今天我们又要来组装一个新的赛车模拟器啦。使用的呢不是一台，也不是2台，是3台荧幕，而且呢这一个是3台1000R 的 Curve 荧幕。那么以你所看到呢，这一个 monitor 呢是来自 AOC 的啦，有着 AMD FreeSync， 还有就是呢165Hz 的 refresh rate。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款式啦。And then 呢还有刚才没有讲的就是呢它是 EMS 的 response time。而今天要来装上的呢，就是我们之前用的这个 Playseat Trophy 啦。这样子，这个 Playseat Trophy 呢，因为我下面没有用了关系呢，我就用它来装这个啦。当然呢，就加了一个3屏的这个架子啦，所以呢，它们也是 Tube 的类型，所以就会看起来呢非常的 match 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箱这个屏幕啦，先把这些屏幕呢给set上去先，都要把它躺下来。OK， 有对没有？里面呢有提供了一个 power cord，and then 它有提供一个竟然有 display port 了，完美！我刚刚还烦哦，要 set 到这个我又没有 display port， 这些怎么办？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脚架啦，脚架是长这个样的，蛮干净，蛮轻。可是呢，我们没有用到，所以可以放一边了。一些 instruction 也是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打开这个，哇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屏幕啦。看到吗？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比较长的，可是因为它31寸，所以呢就没有到很外啦。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样旁边看啊，它是属于 curve 进来的啦。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1000R 的 curve 啦。所以呢，我很期待说3个这样子连起来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效果的。对它后面呢，也是非常的干净，一个 standard 的 V3 帽，还有一些小小的这样子的红红的设计。这个脚也是挺不错的，挺帅的。哎呀，来。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用到这一条东西啦，所以呢，没有错的话就从这边这样子开啦，打开这个几个 screw 应该就可以拔出来了的。这样子没有错的话，开好这3个 screw 呢，这样子对了，就这样子给它拔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干净的 monitor， 然后呢，我们就要上这种这样子那个架子有 provide 的这个帽啦，没有错的话就这样子帽着，然后就扣上去而已。完蛋了，什么打什么 size 我也不知道。好了，高顶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装上去了。我不懂我有没有做对，可是看起来像是了，蛮稳的吧？希望它不要掉啊。OK， 好，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就这样子把它套进去。完美，我们就有了一个荧幕啦。然后呢，再加多2台呢，我们就形成了我们的3屏。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开买另外2个装上去，再给你们看一下长什么样的。OK， 这是第2台。好。第2个这样子熬过来，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上的时候呢，它是朝向另外一边，我们就可以经过这1个2个呢，这样子去调整我们要的角度。所以没有错的话，它这个 arc 呢，应该弄到大概是，我觉得这样子算是准了的啦，对吧？看样子应该是这个 curve 的度啦，所以呢，只是需要 lock 紧它，然后再调一调它们的那个平衡度呢，来 fix 掉这些小洞，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经过我们之前试过3屏的体验呢，我们知道 set up 这个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啦。刚刚呢，原本给我 set 那一个呢是有点偏太高了，虽然对我的视角来讲看起来是跟这个 monitor 打平啊，可是我还不是很确定说，如果我们装了这个上去的时候是怎样。所以现在我们先 try 装那个 view 上去，再来 adjust 吧。因为始终你也是要 make sure 你的 steering 的角度对，不然的话也是很辛苦。所以暂时先这样锁这个线，然后我需要 Allen key。这个 Playseat 的，要是调这个是很够力麻烦的一件事，觉得是可以平的。我就觉得那种比较适合玩 F1 那些，就是它的 steering 呢会比较高 ，and then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刚刚好这样。对于现在的状态之下，可能这 steering 会挡到有一点多的视角，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荧幕大概在这个的上面，这样子就完美了。OK， so 基本上现在我们在 try 着的就是要把那个monitor越靠近越好。And then 呢，现在我就要把这个 plate 呢打开来，然后给你的 steering 靠近一点啦。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高度好像set到刚刚好了的，还不是很确认。但是呢 ，steering 呢就会顶在那个 monitor， 所以呢，我们就现在要来 try 的就是把这一片东西呢给它调反了。这样子经过了几轮的调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steering 的 base 跟那 monitor 基本上是刚刚好的啦。我们还可以调有一点点空间的，所以这个呢，感觉上应该会很 immersive， 因为足够的靠近，也同时高度啊也很靠近这样子，所以感觉也不错。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另外2个 monitor 给上去，然后给它围着这样的感觉。嘿。
So 这样子上第二个。第二个我们也是要做少少的 adjustment， 然后上来第三个。好，再上我们的第三个荧幕。OK， 目前呢看起来这个 set 起来是挺完美的，它就有小小的缝而已。而那一个呢就有少少高低问题，只是需要 adjust 后面的一些 screw 呢就可以平衡回去了的。所以现在呢我就先把它全部 fix 好 ，set 好全部东西，电脑 set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试玩啦。好了，今天呢。好了，这样子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全部 set 了好，我也导入了好几个 game 啦。这样子 monitor 方面呢，我就把它调整成两边的 monitor 呢是稍微进去一点的啦。当然呢，我是可以把它两个平平放得到的，只不过是当你两个平平放的时候呢 ，bezel 就看起来比较大啦，所以呢，我就把它调成这样，你就只会看到一个的 bezel 的那个宽度而已。这样我现在就上车给你们看一看 monitor 本身它有什么 setting 那一些这样啦。哎呀。好辛苦，又回到了这个 face。那么在 monitor 的右下角这一边呢，你就可以调整你所有的 setting 啦。基本上你按这一粒，然后呢，你的 menu 就会跑上来了。我们就到调亮度啊，什么 color setup 啊 ，picture boost 啊，你的语言等等啊，还有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你要开那种 AMD FreeSync 啊 ，Game Mode 啊 ，Overdrive 啊那些都可以开的。可是今天我是暂时还没有开啦，因为我还要点时间去 mess around， 所以呢，我先暂时用这 Off Game Mode 先啦，还有就是一些等等资料的啦。然后基本上这一个呢，就是它的 menu， 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啦，就是在右下角这边也没有挡到我吧。这样子好像在我这个 setup 呢，基本上我三个都按得到，没有被任何东西挡着。那么基本上我就 set up 好了这个 screen 啦，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的 setting 啦。这一个呢，我是尝试还原说跟着它的 size 啊那些来去调的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 steering，and then 刚刚好下面呢就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那一个 dashboard 啦。可是因为现在我们 monitor 呢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啦，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呢被必要牺牲掉了。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要那个斜度关系呢，那个 dashboard 就看到少一点啦。但是好像如果我们调去比较高一点的话，0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呢是刚刚好可以看到 dashboard， 看到我们的 side mirror， 然后右边的 side mirror 呢，你可能以为这样长的 screen 你可以看到右边 side mirror， 其实呢你调到来呢，你并不能够完整的看到我们的 side mirror 的啦。这样昨天我 set 好后呢，我就花了一些时间玩一下啦 ，and then 我就得到一个稍微的小 conclusion， 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要还原说真实感啦。就是讲，如果你是想要达到跟真实上1:1呢，这个是有一点不大可能的事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setup 必须要先把真实1:1这些呢放开一边，纯粹呢就讲这一个 setup 呢给你有什么好处这样啦。所以你问我的话，可能还这样子这个的话，我可能呢会想要 set 的广一点，看到多一点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给它放稍微的远一点点。然后那个 dashboard 的角度呢，我可能会比弄它稍微的上回一点点，至少呢从我的视角上呢，我是可以看到这个 dashboard 的啦。所以一切的 setting 呢，尽量是往向看到更多的资讯，而不是想要达到所谓的真实感啦。所以现在我们就足够的广，看到左边的 side mirror， 右边的 side mirror 也是看到一点点，跟你看到整条路啦。所以刚好昨天我试 game 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开到这条路了，我不是很确定叫什么路，可是呢这一条路呢就让我发现到呢，当你有这样子3屏的时候啦，有的一个很好的好处啦，就是有一些弯哦是真的是被逼啊，你要望别的 monitor 的我们来去开开哦，就比如说好像这个弯这样。你可能吃到来这个角度，你是真的需要看这一个 monitor， 你才看到你要吃来的这个线啊，不然你看啊，如果我们单独只是这个 monitor 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摆去哪里的。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第一个给到我的体验，就是哇，这样子长 monitor 真的是好适合我去看左看右，就是以 competitive 的角度来讲呢，它是真的大大的提升了的啦。所以当你有这样的3屏的时候呢，就比如讲好像来到这一边啊，可能我们来到这边才要进入转弯，假如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只是单看一个屏幕的话啦，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这么多而已。and then 呢，你看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点点而已。但是当你有3屏的时候啦，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看到左边你接下来的弯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摆的时候呢，看这个 apex， 然后呢就要找我们的那个出弯的点。所以呢，这里呢你就可以更明确的说，知道几时摆要摆多少。你看好像这个弯这样子，我们进了这个 apex， 但是呢可能 exit point 大概在这里这样子，还有我们
可以顺便看买接下来我们会要走怎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连着 ，and then 呢，直接可以望到很远方需要到的一些资讯。比如讲这个接下来玩也是一样。这样子摆，我们就也头可以开始望去别的地方了。所以呢，就这样子，你可以得到更加的资讯呢。对于赛车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一个 curve 啦。这个 curve 给到我的感觉呢，就是你调整的时候啦，并不需要像一般的平面的那种 monitor 呢，需要好像来特别的斜。你看啊，可以保持着一个蛮自然的来倾斜度，它是这样子顺的过去，然后从我坐着的这个视角来讲啦，我的眼角呢，自然而然都可以看到旁边两边，而不会觉得好像如果你调得太斜呢，它就跑得太远；如果你调太近呢，可能这些线条啊就会 distortion 这样子啦。所以对我来讲 ，curve screen 的好处就是你的斜度那些不需要太过 aggressive 的，你都可以很轻易、很自然的看完整个画面啦。因为它 curve 的关系呢，好像旁边这边呢就会这样子自然而然的凹进来一点，就导致说它会比较自然，而不会很明显的平面这样子斜出去的感觉。那么这一个基本上就是以 competitive 的角度来讲啦，但是呢，其实我 set 到这个整个 view base 啦，为了的并不是达到说要真实感，还是要玩很 competitive 的东西。我想要 set 这个的原因呢，一切都是为了要方便快。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打开另外一个 game 来示范给你们看。所谓的更快更方便呢，就是说好像有很多这一种我们叫做 arcade racing game 啦，它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调整还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好像 plug and play 就去玩的嘛。这样子我本身用 Mozart R9 的关系呢，很多那种 game 其实都不 support 的，所以呢就用回这种好像 Logitech G923啊这些啦，基本上你一 plug and play 呢，很多 setting 啊自动就调好了的啦。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proper monitor 的关系呢，要 set up NVIDIA Surround 啊那些呢都是非常方便，基本上一 setting 好呢，它就能自动的开机啦。所以我们先来开始我们的比赛了，你们就可以看一看啦。这个呢它有点接近像好像玩F1 这样子啦，所以呢好像这样子的视角啊，讲真的挺适合用这一种这样子 monitor 的，因为它这样子来围绕着你啊，你又可以开始看到旁边的 screen 那些这样啊，你就提升整个速度感，而且因为这个 monitor 很靠近的关系哦，我发现了啦，会更加的投入整个游戏的。昨天本来只是想要 try 罢了，可是呢，我发现我花了整个晚上就在那边一直过这些关，然后一直玩不同的车这样子。比如讲这个 Halo 这样啊，我会有 feel 到它好像围绕着我的感觉啦，我这样子关在一个小车里面的感觉。因为我昨天哦 ，after 我玩了这个后，我就要下去我自己本来的那个86寸来去 try 一 try 嘛，我就发现的东西就是我的86寸它的距离跟我的眼睛啊其实有少距离，所以哦坐上去我会感觉说有少的跟那个游戏 disconnected 了，因为它有一点距离感嘛。可是这些这样子呢，你放到静静哦，你会真的非常的投入的，好像现在我没有听声音，所以呢会减少。可是呢，你戴上一个耳机，那个声音啊从你耳朵旁边这样子出啊，你会完全进入那个游戏，你根本不想出来。这样子我觉得呢，最适合呢就是玩这一种这样子 arcade game 啊，你根本不用再去烦太多那种技术上的问题啊。你看这样子，就算是配这一个 Logitech 的 entry level 的 view base 哦，你都可以非常投入的玩这个游戏。当然，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你会跟那游戏 disconnect， 所以呢，就算你是那种认真想要赛车的人啊，这样子的 setup 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你可以100%的在专注你所有的那些环境啊，那些你要做的任何的 input 啊，它就在你前面而已。所以对我现在的角度讲啊，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特地去 set 什么背景黑色啊，还是什么啦，因为你真的你眼睛是真的会被 lock 死在这个 game 里面的。如果你从我的角度的话，好，来进来我的角度吧。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是大概啦，这个是大概是我们从 driver 的角度稍微高一点，你就可以看到呢，蛮刺激的，那个整个刺激感呢是真的很提升的啦，好像你这样子盯着前面那辆车，你这样子去追它，然后你就这样子，而且好像这种 arcade game 哦，它的整个速度感啊会比较的快，所以哦，那个你会真的会心跳加速，然后你看可以看到旁边的车这样，所以我昨天是真的坐在这边呢，玩了蛮久了，甚至哦，我昨天也是有开好像那个 F1 22啊，也是挺好玩的。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就是3屏 curve screen 的 setup 啦。稍微的体验以后呢，我认为这个绝对是一个很适合玩赛车的一个 setup 啦。首先就是你 setup 真的是非常方便，我
们昨天一个人啊这样子随便搬随便放都没有问题。好像这一种 monitor 会有高低问题的那些啊，其实后面一个 screw 这样转一转呢，它就可以影响它的那个斜度那一些这样。And then 这个荧幕呢，其实它也是1080p 而已，所以呢对你的电脑的需求呢也不需要这么的高，play 一切的游戏呢都可以很顺畅的去 play 啦，你不需要烦什么 FPS 的问题那些啊，或者是有什么 load 不到啊这样子。当然最重要的嘞，就是它并不贵。这个款式呢，在 Shopee 上其实才999块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买3台的话，其实才3000块。我不是很确定现在最新的价钱有没有更低，还是会有升回，还是什么啦。我会放一个链接呢，你们点进去呢，你们就知道正在最新的啦。但是它价钱都阿嘎是在那个 range 而已啦。所以假如你们有想过要打造3屏的话，而且还是一个客讯的话，然后你的 budget 又有限，这个呢，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入手啦。不只是坐在里面的视觉效果好，朋友来到看，哇，好帅哦！你会感觉好像整个 monitor 围绕着你那种感觉。所以这个999块，除了买到了自己的快乐，还买到了朋友的羡慕，非常值得。你看，连他都多么的快乐，他都多么的羡慕，看到吗？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啦。假如呢你喜欢这些这样子 sim racing 啊赛车的东西呢，不妨考虑订阅我的平台，不要考虑了，直接订阅我的平台，跟打开小铃铛，还有呢就是分享给你那些也是喜欢这些的朋友看啦。当然也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拜。We're going under,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The final hour before we let it go to rest. It's such a heartbeat pounding